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太田华代所著的《很多人都做错的肠道养生》这本书。如果把肠道调理好，全身的健康状况往往会明显改善。近几年，人们逐渐认识到肠道的重要性，肠道养生、肠道环境这些词语如今也变得十分常见。确实，调理肠道有很多好处，例如提高免疫力、稳定精神状态、改善皮肤状态，其效果可以说是多方面的。肠道在维持身心健康、让我们过上充实生活方面，确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因此，有些人每天都会认真地实践所谓对肠道好的习惯，比如每天吃酸奶，把主食从白米换成糙米。然而，有些人却发现不仅效果不明显，反而身体状况变得比以前更差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对自己肠道来说不该做的事。事实上，每个人的肠道环境是非常不同的，它不仅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，还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：饮食习惯、生活方式，尤其是幼年时期的生活环境，这些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了每个人独特的肠道环境。因此，肠道环境可以说是因人而异、千差万别的。例如，大家都知道膳食纤维对肠道有益，但实际上，有些人如果摄入过多的不溶性膳食纤维，反而会导致肠道功能变得迟钝。拥有这种类型肠道菌群的人，与牛蒡等根茎类食物不太相配，吃了之后，反而可能会让肠道环境恶化。甚至有报告称，有人在停止每天吃牛蒡后，身体状态明显改善。也就是说，像牛蒡这种通常被认为对肠道健康有益的食物，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的肠道。对某些人来说是好的肠道养生方法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绝对不该做的肠道养生。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。因此，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肠道类型的养生方法。在这段视频中，我们将帮助大家了解自己属于哪一种肠道类型，并介绍针对不同肠道类型的具体调理方法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。第一，如果你在吃这种酸奶，可能会导致 56% 的肠道细菌变成有害菌。第二，如果你属于这4种肠道类型之一，有些食物是绝对不能吃的。第三，每天早上喝水前，只要做一个动作，就能让肠道变得干净健康，看起来年轻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吃这种酸奶的人，56% 的肠道细菌会变成坏菌。第一个要介绍的是不应该做的肠道养生，只吃所谓健康食物的饮食方式。有些非常注重健康的人，对饮食要求非常严格，尽量不吃被认为对健康不好的食物，尤其是甜食、快餐，往往是最先被完全避免的食物。确实，这些食物通常糖分较高，但作者认为，完全避免这些食物也不是一个好方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度执着于健康饮食，反而会产生压力，从而恶化肠道环境。即使想改善饮食习惯，也应该有意识地给自己放松时间，偶尔给自己一点奖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饮食带来的压力，对肠道来说是最不利的因素之一。大家听说过作弊日这个词吗？这是减肥者常用的一种方法，在计划中设定一天，可以随心所欲吃喜欢的食物，提前安排这样的日子，可以有效释放心理压力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偶尔吃一些平时不常吃的食物，可以让身体接触到更多种类的细菌。而理想的肠道环境，其实是多种菌群共存的状态。也就是说，偶尔吃一点不健康的食物，对肠道来说也可能是一种刺激，反而有益。即使短时间内坏菌增加，肠道也会学会如何应对，从而变得更强。相反，如果完全没有坏菌进入体内，一旦外来的坏菌入侵，身体反而可能无法有效应对。只要身体具备应对能力，
肠道中存在少量坏菌其实并不是问题。一般认为，肠道菌群的种类越多越好，其中适当混入一些坏菌，反而可以帮助维持平衡，让系统更加灵活。因此，肠道环境最重要的就是多样性。作者认为，偶尔允许自己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食物，也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介绍第二个不应该做的肠道养生：牛奶和酸奶。说到很多人认为对肠道有益的食物，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就是酸奶。确实，酸奶中含有大量被称为益生菌代表的双歧杆菌。双歧杆菌可以抑制有害菌，改善肠道环境，生成有益于美容和健康的维生素，提高基础代谢。因此，人们往往会认为，酸奶当然是应该多吃的。但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简单。有些人喝牛奶后会出现肚子咕噜响、腹泻等症状。事实上，在日本也有很多人吃酸奶等乳制品时会出现类似情况。这是因为很多人具有一种体质，叫做乳糖不耐症。尽管如此，如果仍然持续食用像酸奶这样的乳制品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结果可能是原本已经存在于肠道中的双歧杆菌反而会过度增加，从而打破肠道菌群的平衡，反而对肠道造成不良影响。因此，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人一吃酸奶，身体状况反而变差。对于遗传体质和肠道环境差异很大的人来说，并不一定适合。因此，如果你有以下感觉：吃酸奶后好像反而起了反效果，吃了酸奶也感觉肠道状况没有改善，那么建议你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种不该做的肠道养生是双歧杆菌饮料。大家去超市或便利店时，除了酸奶之外，也会看到很多含有双歧杆菌的饮料或保健品。有不少人认为，只要喝含有大量双歧杆菌的乳酸菌饮料，肠道就会变得更健康。很多人可能抱着先喝了再说的想法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研究发现，双歧杆菌过多，反而更容易导致便秘。正如前面所说，肠道环境并不是益生菌越多越好，关键在于包括有益菌和有害菌在内的多种细菌保持平衡共存。因此，即使双歧杆菌属于益生菌，一旦其比例超过 10%， 反而可能对肠道产生负面影响。实际上，有研究发现，当日本人的双歧杆菌比例超过 20% 时，很多人都会出现肠胃不适。也就是说，原本应该是有益菌的双歧杆菌，一旦过度增加，反而可能变成负担。另外，如果肠道中双歧杆菌比例达到 20% 以上，这种极端数值，仅仅依靠日常饮食其实很难出现。研究发现，大多数出现这种情况的人，都有长期服用含双歧杆菌的饮料或保健品。例如，有一位60多岁的女性，她的双歧杆菌比例竟然达到了 56%。这位女性平时非常注重健康，为了改善肠道环境，她每天服用3种不同的益生菌补充剂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她却一直感觉肚子不舒服，排便不顺畅。在检测肠道菌群后发现，她体内的双歧杆菌严重失衡、过度集中，结果导致肠道状况越来越差。后来，她停止服用这些补充剂之后，排便反而恢复了正常。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，如果一味认为多吃益生菌就能改善肠道，反而可能越补越乱，让肠道环境变得更加混乱。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，如果你属于这4种肠道类型之一，有些食物是绝对不能吃的。研究发现，不同职业的人肠道菌群的平衡也会有所不同。例如，医生、护士、护理人员等医疗行业从业者，他们的肠道菌群结构往往具有一些特殊的倾向。因为医院等医疗机构中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大量细菌，所以有报告指出，医疗从业者肠道中的病原菌比例往往比普通人更高。此外，肠道环境也会因成长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。一个人过去生活在什么样的地区，也是形成肠道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在对肠道细菌进行分析后发现，如果某个人体内出现了很多在日本人中并不常见的菌群，往往说明这个人小时候在海外生活过。实际上，将在海外长大的日本人与在日本成长的一般日本人进行比较发现，前者体内含有的日本本土并不存在的肠道细菌，大约多出10%左右。即使是在日本国内，不同成长环境也会造成差异，例如海边地区、城市地区，这些环境差异也会影响肠道菌群结构。因此，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自己的肠道属于哪一种类型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简单做一个肠道类型的自我判断。首先介绍第一种类型。第一种，压力型肠道。日本人的肠道大致可以分为4种类型，其中第一种就是压力型肠道。这种类型的特点是，由于压力导致自主神经失衡，从而使肠道环境变差。典型症状包括肚子容易胀气、容易积气。此外，这类人还容易出现头痛、经前综合征、各种身体不适。他们也更容易出现情绪方面的问题，例如情绪低落、烦躁、焦虑。压力与自主神经系统关系非常密切。当交感神经过度活跃，而副交感神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时，人的身心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。而肠道是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器官，所以一旦压力增加，肠道就会立刻受到影响。而且，压力和肠道之间并不是单向关系，既可能是压力增加，肠道环境变差，也可能是肠道环境变差，压力增加，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循环关系。研究也发现，当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改善，肠道环境变好之后，像以下这些压力相关症状也会自然减轻：烦躁、焦虑、失眠。对于压力型肠道的人来说，最优先要做的事情是调整自主神经系统。一提到肠道养生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饮食调整。饮食确实很重要，但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来说，如果自主神经一直处于紊乱状态，即使饮食再健康，肠道也很难改善。因此，首先要做的不是饮食，而是调节神经系统，减少压力。例如，可以尝试闻自己喜欢的香味，保持兴趣爱好的时间，创造让自己放松的环境。即使只是做几次深呼吸，也能产生放松效果。当你感到烦躁时，不妨试着深呼吸一下。在日常饮食中，也可以尽量选择一些有助于稳定神经的食物。推荐食物例如芹菜、欧芹、柑橘类水果，这些食物都有天然的香味，可以帮助放松神经。相反，这种类型的人绝对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是吃饭不认真咀嚼。压力型肠道的人通常平时生活节奏快，经常处于紧张和烦躁状态，因此很容易狼吞虎咽。其实我们吃东西时，第一步就是咀嚼，咀嚼会刺激唾液分泌，当唾液分泌后，胃就会产生反应，开始分泌胃酸，接着胰脏和肠道也会同步分泌消化酶，这样食物才能被顺利消化。但如果人在烦躁状态下吃饭，就容易不充分咀嚼就吞下去，这样就会导致唾液分泌不足，胃酸分泌减少，消化不良，最终又会进一步增加压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因此，吃饭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，把手机放远一点，专心吃饭，好好咀嚼。只有在这种环境下，肠道才能真正得到改善。第二种，低体温停滞型肠道。这种类型通常出现在体温偏低的人身上。由于身体处于寒冷状态，肠道细菌的活性和肠道蠕动都会变差，因此这类人相比便秘，更容易出现腹泻、软便。在中医理论中，这种状态被称为气虚，也就是身体能量不足的状态。当身体能量不足时，就无法有效利用燃料来维持体温，因此这类人往往会出现以下症状：容易疲劳，容易气短，面色偏苍白。一般来说，肠道在约37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最为活跃，
而肠道的温度通常比腋下测量的体温高约1°C。因此，如果一个人的体温低于36°C出头，就需要特别注意。低体温的人，即使吃再健康的食物，由于肠道本身运作能力较弱，也很难充分吸收食物中的营养。所以，对这种类型的人来说，比起过度关注饮食内容，更重要的是先把身体温度提高。此外，过度节食或长时间断食也可能导致这种寒冷停滞型肠道。因此，这类人在减肥时应该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，避免过度断食。同时，这类人要特别重视运动、充足睡眠。为了让身体变暖，饮食方面也要尽量避免会让肠道变冷的食物，例如油腻食物、甜食。另外，像生食或冰冷饮料这种直接让肠道变冷的食物，也应该尽量避免。相反，建议多吃一些有助于温暖身体的食材，例如香菇、五茸等蘑菇类。此外，像红薯、山药这种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如果以温热方式食用，也非常适合。这些食物能够从体内帮助肠道升温。这种类型的人尤其需要注意的食物是甜食，因为白砂糖具有使身体变冷的作用，而奶油类食品又含有大量脂肪，这些食物都会进一步让肠道变冷，所以应尽量避免。接下来介绍第3种热燥型肠道，这种类型与刚才的寒冷停滞型正好相反。这种人属于体内热量过多，但无法有效散发的体质。主要特点包括体温调节困难，眼睛和口腔容易干燥，容易出现上火或身体燥热。这种类型在更年期女性中比较常见。由于体内热量过多，肠道中的水分也容易蒸发，因此排便往往表现为粪便干硬，一颗一颗的小颗粒状，气味较重。从整体来看，日本人中这种类型的人比例最少，大约只有10%左右。但问题在于，这种类型往往不容易被自己察觉，因此容易错过正确的调理方法。这种体质的人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，让身体变暖并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是健康的方法。很多人认为暖身是普遍适用的健康方式，但对于这种热燥型肠道的人来说，过度暖身反而可能产生反效果。例如，有一位50多岁的女性，长期受到便秘和更年期症状困扰，她认为多暖身对身体好，于是每天都喝加了生姜的饮料，多吃大蒜。但对于这种热燥型体质的人来说，这些食物反而会进一步加重体内的燥热。后来她停止食用生姜后，便秘明显改善，连潮热症状也消失了。这说明，对于这种体质的人来说，真正需要做的反而是给身体降温。当然，运动对健康仍然很重要，但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来说，如果运动过度、出汗太多，反而会使体内热量更难散发。因此，关键是进行适度、轻量的运动，并长期坚持。饮食方面，应尽量避免辣椒、辛辣香料这类会明显增加体内热量的食物。相反，这种体质的人适合多吃含水量高的食物，例如茄子、黄瓜，这些夏季蔬菜可以降低体内热量，增加身体水分。此外，香蕉也是很好的选择。虽然一般认为香蕉是凉性食物，但对于热燥型肠道的人来说，这种降温作用反而是有益的。第4种贫血型肠道，最后要介绍的是贫血型肠道。顾名思义，这种类型多见于容易贫血的人。如果你经常出现头晕、站起来时眼前发黑，就需要特别注意。我们的身体之所以能够正常运作，是因为血液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身体各个细胞。一旦血液不足，细胞就会出现营养不足，身体各个部位都会逐渐出现功能问题。当然，肠道也不例外。一旦血液供应不足，肠道功能也会变差。这种类型的人不仅肠道供血不足，全身的血液循环也容易不足，因此经常会出现一些表现，例如容易掉头发，
指甲容易断裂或变脆。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改善贫血问题。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，大多数与以下因素有关：饮食结构不均衡、过度节食或减肥。因此，首先要做的是停止过度节食，恢复正常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并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多吃一些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。所谓补血，就是帮助身体生成血液。一般来说，颜色较深的食物往往具有较好的补血效果，例如黑色食物、红色食物，因此推荐多吃黑芝麻、木耳、红肉、牛肉等红色鱼类。此外，像动物肝脏这样的食物，因为含有大量造血所需营养，也是非常有效的。很多人一提到贫血，首先想到的是铁元素。确实，铁是非常重要的造血元素，但实际上光有铁是不够的。人体造血还需要多种营养素，例如维生素 B12、叶酸、锌。因此，比起单纯补铁，更重要的是综合摄取多种有助于造血的营养素。接下来进入第3部分，每天早上在喝水之前，只做一件事，就能让肠道变得非常干净。第一种大家都应该做的肠道养生，不论食物软硬，都要认真咀嚼。现代人咀嚼能力其实正在不断下降，而这对肠道健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当我们咀嚼食物时，唾液开始分泌，胃开始分泌胃酸，胰脏和肠道开始释放消化酶。人体其实有一整套消化系统的连锁反应，而这套系统的启动按钮就是咀嚼。如果咀嚼次数太少，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都会下降。这样一来，没有被充分消化的食物就会进入肠道，成为坏菌的食物，从而破坏肠道菌群平衡。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如果不认真咀嚼，不仅肠道会受影响，口腔环境也会变差。我们的口腔和肠道一样，里面也生活着大量细菌。如果口腔中的坏菌大量繁殖，它们就可能随着食物进入肠道。正常情况下，如果胃酸分泌充足，这些口腔细菌会在胃中被消灭。但如果咀嚼不足，胃酸分泌也会减少，这些细菌就可能直接进入肠道。这样一来，从口腔到肠道的整个健康系统都会逐渐恶化。因此，认真咀嚼其实和肠道健康密切相关。养成习惯，每一顿饭慢慢吃，细细品味食物，仅仅这个改变，就可能让肠道状态明显改善。第二种大家都应该做的肠道养生，早上起床先刷牙，再喝水。大家通常什么时候刷牙呢？很多人会在睡前、吃完饭后刷牙，这些当然也很重要，但作者认为，最重要的刷牙时间其实是刚起床的时候。原因是，睡眠期间是口腔细菌最容易大量繁殖的时间。研究发现，早晨刚起床时，口腔里的细菌数量可能是睡前的几十倍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喝水、吃早餐，就等于把大量细菌一起吞进身体里。白天则不同，因为白天我们会说话、会喝水、会活动口腔，因此细菌不容易大量繁殖。问题主要出现在睡觉的几个小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口腔中的细菌会迅速增加。研究表明，口腔细菌进入肠道后，会对肠道产生多种负面影响，例如打乱肠道菌群平衡，甚至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循环，从而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。因此，早上起床后，必须先清除口腔里的细菌。最好的方法就是起床后立刻刷牙，理想情况是在吃早餐之前刷牙。如果实在做不到，至少也应该先漱口。关键就是要把睡眠期间繁殖的细菌尽量排出口腔。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，它不仅关系到消化吸收，还与免疫力、情绪甚至衰老速度都有密切联系。当肠道环境变好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、皮肤状态
和身体活力也会随之改善。所以不妨从今天开始，尝试把这些简单的小习惯融入生活。也许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发现，身体比以前更轻松，整个人看起来也更有活力、更年轻。健康其实就藏在每天的这些小习惯里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